我们在调控色彩的时候，有3个非常重要的指标，是每一个摄影爱好者都需要高度关注的。这就是色彩的3个特性：色相、饱和度和亮度。我们简称它为 HSL。H 代表色相， S 代表饱和度， L 代表亮度。顾名思义，色相指的就是色彩的相貌。比如红、黄、蓝、绿都讲的是一种色彩的首要特征。让我们先来说说色相。你能看到这些五彩缤纷的气球吗？如果你不是色盲，一定不会将它们搞混。色相其实就是某种颜色的色彩，指的是色彩的相貌。我们在可见的光谱中，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紫，每一种色相都有自己的波长和频率。人们给这些可以区别的色定出名称。当我们称呼到其中某一色的名称时，就会有一个特定的色彩印象，这就是色相的概念。除了黑白灰以外的颜色都有自己的色相属性。从光学上讲，色相的差别是由光波波长的长短产生的。即便是同一种颜色，也能分出几种色相。一种颜色可以因为纯度高或者纯度低而改变明亮或者昏暗。再比如，我们来看这张照片，无论是深绿色还是浅绿色，或者明亮的绿色和灰暗的绿色，这4种颜色的色相都是绿色，这一点是无法改变的。我们拿色相来说，每一组的颜色对应着一组滑块。我们以红色为例，滑块为0的时候就是红色。当我们把滑块向左边移动时，就是品红色；向右移动就是橙色。实际上都是红色的相邻色，意味着向右滑动，红色会变成橙色，而向左滑动会变成品红色。我们通过 Photoshop 这个软件来看一张照片的色相变化。这样的风光照片是非常常见的，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景象。当我们通过 Photoshop 这个软件给它更改一下色相，我们再看一下变化，大家可以发现整个画面已经不是完全的绿色了。这种色相的变化是不是给我们一种接近黄昏的感觉呢？我再给它改变一下色相，我们再来看一下。我们可以发现原本的绿叶都已经变成了黄叶，似乎让我们感觉到了秋天的到来。我们通过 Photoshop 对色相的改变，让整个画面变成了截然不同的色调，这就是改变色相的缘故。夜景始终是拍摄者喜欢的题材之一。我们感觉一座城市的繁华程度与灯红酒绿的夜景有关，但是拍摄夜景常见的情况是画面色相太多，显得杂乱，这就牵扯到色彩的运用问题。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互补色。在色相环上，我们可以看到黄色和蓝色是一组互补色，这2种颜色放在一起会产生强烈的反差。我们一起来看这张照片。这幅照片拍摄者通过大量的蓝色占据画面的很大部分，和远方的建筑物被街灯所笼罩。在这幅摄影作品中，拍摄者不仅提炼出黄灯的质感，还将天空中的云朵深邃而浪漫给体现了出来。我们从照片的整体上来看，画面上大致只有2种颜色，使画面看上去非常的简洁干净。所以我们说塑造色调其实就是关于色相在配色上的运用。红色代表热情、奔放、欢快，比较热烈的情感。无论是在电影中还是在日常生活中，红色都是人们钟爱的颜色，当然摄影也不例外。比如这张照片，在日落时分，整个天空的霞光都是红色的，使画面呈现出热情奔放的感觉，视觉上的冲击力很强。
提到绿色，人们总会想到绿叶、绿草等具有旺盛生命力的物体。在对绿色物体进行单独表现时，它会给人们展示另一种独特的美感与生机。蓝色是永恒的象征，其种类很多，每一种蓝色又代表着不同的含义。由于蓝色沉稳的特性，具有理智、准确的意象。另外，蓝色也代表忧郁，在摄影中，蓝色也会给画面增添宁静的感觉。色彩会牵动人们的情绪，色彩还可以通过反复、韵律等产生节奏感。这幅作品，摄影师在拍摄的过程中，构图寻找画面色彩的合理搭配，达到传达摄影师所想要传达的信息。彩色摄影离不开色彩，摄影师对于色彩的运用，不管是摄影的前期还是后期，对色彩的学习，对色彩的掌握都有积极的意义。好，我是老李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